欢迎观看说文解字双语教育视频系列。汉字不仅是沟通的工具，更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载体。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从一个看似普通但却充满深意的字讲起，则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常用来表示规则或原则的则字，竟然与中国古代主食器鼎有关。让我们来一起深入探讨则字的起源与演变，并学习一些与则相关的常用词汇。则是一个左右结构的汉字，它的左边是一个贝壳的贝字，贝字的右边是一个刀字，现在我们称之为立刀旁。根据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，则等化物也。等化物就是按照物品的类别和等级而确定的交易标准。在中国古代词典《尔雅》中记载道，则法也，则常也。也就是说，则是法则、准则的意思，是人们遵守的标准。细心的你或许已经注意到，从则字的古文字字形结构来看，左边部分实际上是鼎字的象形。事实上，在商周时期，法律条文常常被刻铸在以鼎为主要器物的青铜器上，以便让民众遵守。因此，鼎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象征，还是重要的祭祀礼器。至今，我们在汉语表达中还会用一言九鼎来形容一个人说话算数，很有分量。《左传》记载了问鼎中原的典故，讲述了楚庄王向周天子询问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的大小和重量，透露出自己想称霸天下的野心。这个成语后来用来比喻企图夺取天下或挑战最高权力。而鼎字的右边部分是刀字的象形，即利用刀刻写在铸造好的青铜鼎上，以宣示国家的法令。则字是由鼎和刀这两个字组成的会意字，体现了将国家法令铭刻在鼎上的意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特别是从篆书向隶书转变的过程中，鼎字的形态逐渐简化，最终变成了贝字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则字，便是这一历史演变的结果。则字有多重含义，我们常用的有以下6种：一、表示规则、法则，如原则、细则；二、表示规范、榜样，如以身作则；三、表示因果关系，用法同就，如穷则思变，再如否则，即如果不这样就；四、表示转折，用法同确，如欲速则不达；五、量词，指成文的条数，如新闻一则；六、用在数字后，列举原因或理由，如一则材质不好，二则价格太高。成语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提醒我们，只有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才能更全面、更准确地认识事物。反之，只相信单方面的声音，必然会陷入片面的误解和错误判断。这一智慧不仅适用于日常生活和决策，也启示我们，在学习和教育的过程中，我们必须保持辩证的思维，广泛吸收多元的知识与观点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